一心想除掉陈平安的贺小良竟主动要与陈平安结为道侣。陈平安离开龙宫洞天后，继续沿江帮陈灵君勘察走江路线，不知不觉陈平安就走到了大江入海的尽头。然后陈平安就遇见了冤家贺小良。陈平安对于这个百般算计他的贺小良可是全无好感，并且贺小良可是在北距泸州公开过他有道侣的事情。这件事让贺小良的追求者尤为的愤怒，甚至就有人公开扬言要找出贺小良的道侣除之而后快。所以陈平安可不想粘上贺小良这个麻烦精，奈何贺小良非要跟着陈平安叙旧。毕竟经过鬼玉谷一事，既然陈平安已经知道是他贺小良在背后算计，那么他贺小良就要来当面跟陈平安说清，不然两人之间的芥蒂只会更加麻烦。而当初贺小良为了算计陈平安，虽然赶去了海谷滩陈平安的附近，但是贺小良当时并没有见到过陈平安，所以如今算上两人在东宝平洲的最后一次相见，已经时隔数年之久了。而在贺小良的印象之中，陈平安好像一辈子都应该是那个穿着草鞋的黝黑少年。可如今贺小良亲身实地的再见陈平安时，贺小良却破天荒的有些心神恍惚，甚至贺小良觉得陈平安不该是他如今眼见的这个人。毕竟如今的陈平安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贺小良终究是玉仆进山巅修士，他很快就回过神，还与陈平安聊起了他无辜被雷劈的事情。贺小良的暗意是说，今天他陈平安能连累他遭雷劈，明日就能连累他大道崩塌。所以贺小良的意思是说，他算计陈平安是为了免除后患，他可没有什么错。陈平安有些无奈的反驳。期间陈平安还主动表示要和贺小良断绝关系，可贺小良却表示两人的关系还得是他师父陆晨说了算，他可做不了决定。两人就这么聊了许多事情，交谈后贺小良就更加震惊于陈平安如今的改变了。贺小良发现当年那个满身泥泞，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泥腿子，如今却是一种熠熠生辉自信的形象，这让贺小良有些无法接受。而当初在离珠洞天陆晨就曾经带着贺小良走过一条和陈平安相关复杂的光阴长河，也就是收下了那串糖葫芦后陈平安的人生轨迹变化，因此贺小良得以见识过未来种种变化的陈平安。所以在贺小良心中，陈平安一直都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人物，可唯独眼前这个没有接受糖葫芦的陈平安，不在那诸多陈平安之列，所以贺小良便开始试探陈平安的心性。贺小良以小镇其先生夫死之事，以陈平安父母死之事做文章恶心陈平安，可奈何陈平安刚被火龙真人点醒了心结，因此贺小良的诛心之言根本对陈平安造成不了任何伤害。于是贺小良便继续加重算计。陈平安在与他贺小良相见前曾路过72书院之一的书院，因此贺小良便询问陈平安为何顺路不去书院看看。贺小良的心机算计无非还是要以其先生因陈平安的死做文章，好以此坏陈平安的道心。可陈平安却是告诉贺小良，若是陆晨因他贺小良而死，那么他贺小良会不会去白玉京和300个大道观看看？陈平安的意思则是表明其先生虽然是因他而死，但是当初儒家并没有出手帮忙，所以这就是他不去书院的原因。这一番算计下来，贺小良发现他根本拿陈平安没有办法。一直以来，贺小良将他与陈平安之间的姻缘都是看作成是一个污点一样，他巴不得早点结束两人的关系。然而直到现在，贺小良才发现陈平安非比寻常，这不仅让贺小良想到了当初师父陆晨对他的肺腑之言，陈平安的心性天下奇人怪人万万千，贫道也看过千千万未必有多出奇，但是恰好与你贺小良的心性相似而又不雷同，冥冥之中颇为契合，所以你们初次相逢，两人身份悬殊，你贺小良仍是对陈平安只看出了缘浅，其实你贺小良不是缘浅，而是你修为有限看浅了。当初陆晨告知这番话语时，贺小良并不知其中深意，如今贺小良却是幡然醒悟，于是恍然的贺小良直接对陈平安说道：陈平安，其实直到今天我贺小良才觉得与你结为道侣，于我贺小良而言不是什么关爱，原来这已是天底下最好的姻缘，以前是包办，现在醒悟的贺小良是明着想要和陈平安谈恋爱了。看透的贺小良也是大道可期，毕竟陆晨作为14境的大佬，又怎么会随意乱牵红线呢？不过陈平安听到贺小良的表白，却是劝他大道不该如此小，不该执着于他陈平安。贺小良也深知陈平安独爱宁瑶一人，所以贺小良临走之时也告诉陈平安，男女情爱终究是小事。贺小良便是想陈平安放弃宁瑶，转而和他贺小良一起登顶大道之巅。可在陈平安眼里，大道便是大道，爱情就是爱情，两人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所以两人虽有红线相连，却也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崔成大限将至，欲进入莲藕福地造福落魄山。陈平安在北距泸州被李二为权砥砺境界，在李二用只尽修为的出拳之下，陈平安只有挨揍的份。而与此同时，落魄山的赔钱也正被崔成的魏拳揍得半死，并且由于崔成没有跻身武神境，因此崔成也即将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所以自知大限将至的崔成对教导赔钱习武更为严厉了，自然也就对赔钱出拳更重了。而陈平安练拳是为了活下去，为父母之仇，为其先生宁瑶阿良，还为了完成与剑妈的约定，这些都是支撑陈平安不畏惧疼痛坚持练拳的原因。而赔钱能坚持练拳的原因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能一直得到陈平安的喜爱。
所以崔成在给裴钱喂拳的过程中，几乎全程都是拿陈平安来激励裴钱坚持练拳。裴钱也是为了能一直得到陈平安的认可，每次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而先前寄往北居泸州的信中，裴钱还向陈平安提议了让周米粒担任落魄山的右护法。陈平安的回信中也是爽快答应了裴钱的要求。虽然这看似是一件跟闹着玩一样的小事，但陈平安的同意却是让裴钱无比开心，因为正是从这些小事中，裴钱便能感受到陈平安对他的亲近和喜爱。因此得意的裴钱还毫无畏惧，主动找上了崔成挨揍。在裴钱挨揍的期间，小水怪周米粒就会默默在竹楼下等待，然后背着重伤的裴钱去疗伤。每当周米粒独处的时候，莲花小人就会从泥土中悄悄蹦跶出来学习周米粒的神态。莲花小人好像也很喜欢周米粒，不得不说周米粒和莲花小人都是呆萌单纯的类型，也难怪莲花小人会对周米粒产生亲近感。除此外，青衣小童陈灵君知道如今的落魄山很缺钱，但是一向爱面子的陈灵君又拉不下面子，直接把钱给朱脸。所以在这段时间朱脸和郑大风下棋的时候，陈灵君便想尽办法故意将自己的家产都输给朱脸。如今陈灵君也是几乎把自己的家产都给输光了，当然陈灵君的心思又怎么会瞒得了朱脸等人呢？他的默默付出，朱脸可都是给他记在心里的。而随着魏博成功跻身玉璞境，落魄山众人也开始起哄，让魏博举办新一轮夜游宴了。魏博无奈上了落魄山这条贼船，再想下去可就难了。不过反正如今接连举办2场夜游宴的魏博名声已经算是彻底毁了，魏博也就不在乎那么点脸面了。所以接着魏博又厚着脸皮举办了第3场夜游宴，最后所有来客的赠礼当然又落入了落魄山的口袋中。夜游宴之后，朱脸便带着回归的卢白象去往了刘重润的故国。这刘重润乃是陈平安在书简湖结交的一位女子修士。当初书简湖乱局四起，刘重润为了远离书简湖这块是非之地，曾和陈平安做过交易，要搬去离珠洞天陈平安的山头。最后陈平安也的确做到了，所以眼见陈平安可靠，刘重润便想和落魄山做第2笔交易。这刘重润修行之前本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公主，并且刘重润的故国还掌管着一艘可跨洲飞行的龙舟渡船。而当年随着刘重润的故国被敌国攻破，龙舟渡船便被提前放入了一所秘境之中封存了起来。所以如今刘重润便想和落魄山一起去取出渡船，共同经营。当然前去取出龙舟，落魄山出力最大，所以龙舟的拥有权落魄山会占据更多。这对于如今正缺钱的落魄山来说，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所以朱脸为了万无一失，也是通知了卢白象、魏县一起行动。而在朱脸离开后，崔成却突然找到留在落魄山的郑大风。崔成说是要带着裴钱走一趟莲藕福地，毕竟进入莲藕福地的钥匙一直都是由郑大风和朱脸掌管的。其实崔成正是感知了自己大限将至，但崔成又不想等陈平安回归后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所以崔成便想着在陈平安回归前他就陨落在莲藕福地，正好把自己的一身五运散在这座福地之中。被带入福地的裴钱当然能获取大半五运，至于另外一半就当是送给陈平安的礼物了，不然死在浩然天下，崔成食尽五夫的五运可就白白便宜了一桩。哪怕是面对死亡，崔成也仍是想着如何最大化帮助陈平安。不过曾经身为9进5夫的郑大风猜到了崔成的想法，并且落魄山的朱脸等人也都知道崔成时日无多，所以落魄山众人提前商议了，暂时先拖住崔成，不让崔成进入莲藕福地，这样崔成就暂时还能吊着那最后一口气，好让陈平安能回归见崔成最后一面。落魄山大家庭尽显温馨和谐。陈平安在北居泸州可就真被李二给揍惨了。李柳为了大道前程，要与陈平安学习人性，杨老头竟保留了郑大风的一魂一魄。时日无多的崔成不想让陈平安再次体验失去亲人的痛楚，于是崔成便想在陈平安回归之前赴死，把五运留在落魄山。可落魄山朱脸一众人却还是希望陈平安能见崔成最后一面，于是朱脸等人想尽办法阻拦崔成提前赴死。而不知情的陈平安依旧在北居泸州被李二喂着拳。在继崔成和顾佑2位只进5夫之后，陈平安又被第3位只进5夫李二打得苦不堪言。不过3位前辈的出拳可都是出于好意，他们可都是为了提升陈平安的武道底子，所以哪怕被揍得再狠，陈平安也都得咬牙坚持下去。不过李二深知为拳一事欲速则不达，所以李二每次把陈平安打得重伤之后，都会留给陈平安足够长的恢复时间。而陈平安在养伤的期间，就时常下山帮着李二婶做买卖。如今已经走过千山万水，还开过数次包袱斋的陈平安，对于做买卖一事可是得心应手。因此在陈平安能说会道下李二婶的店铺来客那是络绎不绝，甚至一些原本与李二婶吵过架黑过脸的街坊邻居，都在陈平安的言语之下对李二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李二婶看着陈平安，那是一边喜欢一边忧愁。李二婶想着陈平安这么优秀，怎么就不是自家的女婿呢？正当李二婶无比懊恼的时候，女儿李柳回到了家中。李柳看着热络与顾客交谈的陈平安，直接就愣了下来。而李二婶却是狠狠地数落了李柳几顿，埋怨李柳争不过陈平安喜欢的女子，才让他损失了那么好的一个好女婿。而李柳在外时是高高在上的江湖共主远古水神，回到家的李柳则从来都是那个逆来顺受柔柔弱弱的乖孩子。
因此李柳面对娘亲的教训都是默默接受。一旁的陈平安看见这一幕，深知是他连累了李柳，便赶紧向李柳致歉。李柳自然对于这些琐事全然不在意。吃过了晚饭后，陈平安就继续上山去练拳了。在李二的喂拳之下，陈平安也是渐渐到了武道第6境的瓶颈，并且李二在教导陈平安练拳时，还告诉了陈平安各种稀奇古怪的练拳之法，其中就有郑大风以魂魄练拳之法，并且李二知道郑大风其中的一魂一魄就给拘押在师傅杨老头那边练拳。至于这一魂一魄有没有还给郑大风，李二并不清楚。而杨老头作为从远古存活至今的神灵大佬，相信他早就预料到了郑大风所要遭受的劫难，所以杨老头才会故意拘押下郑大风的一魂一魄，为的就是帮助郑大风恢复修为的。可见大风兄弟恢复修为指日可待。而由于李二在山上教导陈平安练拳，所以李柳就暂时留在了家中帮助娘亲打理生意。李柳每天面对着娘亲的唠叨，也是让他忍不住想起了当初杨老头对他的告诫。身为远古水神转世的李柳生而自知，如今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转世的李柳，他的每一世修为破境虽然都很快，但是他最终的境界却都滞留在仙人境瓶颈上。所以杨老头就曾告诉过李柳，说他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神道的法子修行，次次就只是转世换了皮囊身份，快步破境，就算再积攒个10辈子，再过个几千年，他也依旧是个连人都当不像的半吊子，境界也依旧会一直滞留在仙人境瓶颈上。杨老头说，这般循环的死去活来意义不大，只能是每死一次便攒了一笔功德，或是坏了规矩被文庙记账一次。杨老头正是发现了如今神道已经再不是修行的大道，如今冥冥中神道已经被大道排斥，不合时宜，所以杨老头的话便是告诫李柳，如今做神不再有出路，如果李柳想要走得更高，那就要学着做人，除了学着人的行为举止以外，还要从心里把自己当成人。如今的大道不再是天道，而是人道。李柳如果继续延续之前神道的那一套，无非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兜兜转转。其实李柳明白后也想过要改变，可是李柳作为天生的神灵本就不是人，让他真要走人道这条路，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做好。而其实之前在离珠洞天看破李柳身世的齐先生就曾指点过李柳做人之道。齐先生告诉李柳，做人行事其实在于一次次的选择，一桩桩大大小小的选择就决定了一个人会最终走到哪里。只不过当时的李柳并没有在意齐先生的话语，可惜现在齐先生已经走了。不过好在齐先生留下了一个最像他的师弟陈平安。陈平安不仅得到了李柳那个性子沉稳的父亲李二喜欢，就连自己淘气的弟弟李怀和脾气火爆的娘亲都喜欢，甚至就连周围那些邻居也都对陈平安印象不错。所以陈平安可不就是个现成的做人导师吗？陈平安也的确不负众望。就在李柳上山给陈平安送饭的时候，陈平安在和李柳交谈中无意中就讲起了高处之人和底层之人各自眼中的风景，虽非有意，却恰好点醒李柳他李柳一直不能悟到如何做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一直以来以神的姿态站得太高，根本不会往下看，完全忽略掉了细微之处的学问和真正的人间学问。以神的姿态悟人性，当然不会有答案，但若是他放下姿态站在人的角度上，就不再是什么难事。明悟的李柳当即弯腰作揖感谢陈平安后，和父亲李二一起下山离去。陈平安则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李柳的感谢所为何事。而下山后，李二难得和女儿独处，所以李二就趁着这个时机告诉李柳，说李柳的娘亲其实很不愿意待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北距泸州，她想过很多次回到宝平州家乡那边去，只是她一直放心不下李柳一个人留在北距泸州，又不愿意让李柳下山断了那份仙家缘分，所以她才一直愿意留在这北距泸州的。李柳知道真相后还是有些动容，可李柳也不知道她最终到底能不能适应人性。于是李柳就询问父亲李二，说如果有一天他恢复了水神的真身，到时神性就会远远大过人性，今生种种就要小如芥子，兴许不会忘记爹娘和李怀，可一定会没现在那么在乎他们的，甚至他到了那一刻都不会感到有半点伤感。到时候他们双方又该怎么办？身为只敬武夫的李二当然早就知道了女儿的真身，所以对于女儿李柳的问题，李二笑着回答说，这种事他其实也早就想过，到时就当是女儿特别出息了，可能双方会越来越没什么好聊的，但是他们当爹娘的牵挂和思念肯定会一直在的。不过最后李二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还是希望李柳能拗着性子装样子，也要对他娘亲好一些。不管他李柳觉得自己真正是谁，但对于他娘亲来说，他李柳就永远是他怀胎10月好不容易才生下来拉扯大的自家闺女。李二说，只要李柳能答应这件事，他这个当爹的就真没要求了。最后李柳柔声答应了下来。李柳先是被陈平安点醒，然后再又被李二下了亲情牌的这一剂猛药。从他能对李二说出那些话就能看得出，人性的光辉已经渐渐在他身上绽放。看来李柳对于放弃神道将不再是难事，而落魄山那边一众人却在难以阻拦崔成的赴死。崔成进入莲藕福地坦然赴死，孙儿崔禅和崔东山双双赶赴落魄山。崔成自知自己时日无多，所以每天都教导裴前练拳的崔成破天荒给裴前放了假，并且崔成还一改往日严厉霸气的形象，换上了一袭如山慈祥的走出了竹楼。而崔成在落魄山的时日虽然几乎都是待在竹楼之中，但崔成对于落魄山的所有事物可都了如指掌。
如今的落魄山，不管是人或者是事物，皆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唯有青衣小童陈灵君觉得自己在落魄山一无是处，日渐堕落。可在落魄山众人眼中，陈灵君只是抹不开面子。毕竟在落魄山极度困难的时候，陈灵君可是故意把家产都输给了珠帘。可见陈灵君起码知道感恩讲义气，所以走出竹楼的崔成便主动把陈灵君叫到了跟前，开导他。崔成告诉陈灵君，陈平安之所以愿意把他留在落魄山，并且对他不比对别人丝毫差，是因为他陈灵君在陈平安的眼里也不差。所以崔成让陈灵君不要太轻看自己了，还说陈灵君身上总有些事情是陈平安都觉得他也做不到的。听着崔成的真心劝诫，陈灵君使劲点头后，毕恭毕敬弯腰告辞，缓缓离去。当他跑出去老远后，陈灵君又忍不住停步，转头望去。在陈灵君的印象中，崔成一直都是一副冷漠严厉的样子。如今满是慈祥的崔成，当然让陈灵君感觉有些怪。事出反常必有妖。然而就在崔成帮助陈灵君开解心结的第二天，崔成却突然让裴钱准备好行李。崔成说是要和裴钱一起去他的家乡游历一番，散散心，既不用练拳，又能回到家乡去看看的。裴钱当然非常高兴。可裴钱不知道的是，崔成其实是要进入莲藕福地坦然赴死，赠送5运。虽然之前落魄山众人都极力阻拦崔成提前赴死，大家一致的想法都是想等崔成支撑到陈平安回归见最后一面。可崔成不想看见陈平安和2位孙儿经历亲人离别的悲痛，所以崔成不顾劝阻，毅然决然要带着裴钱提前进入莲藕福地。面对去意已决的崔成，如今落魄山唯一一个说得上话的郑大风是真的拦不住了，所以郑大风不得不打开莲藕福地的入口，放任崔成带着裴钱进入。而崔成经过最终的反复思考，他其实本打算将自身5运赠给裴钱和珠帘2人，毕竟全心全意打理落魄山的珠帘，崔成可是一直都看在眼里。可是珠帘却拒绝了崔成要赠送他1半5运的好意。对此，崔成夸赞了珠帘很不错，毕竟一位只进巅峰武夫的1半5运可不是谁都能够坦然拒绝的。在2人进入莲藕福地后，崔成便带着裴钱开始游历这座福地天下。一路游历的2人走遍了千山万水。这一次崔成和裴钱这对师徒倒是更像是爷爷和孙女。一路上不知真正原因的裴钱都是满怀快乐，直到2人临近了曹晴朗所在的南苑国京城，裴钱才开始有些忧愁。毕竟裴钱可是很怕曹晴朗从陈平安那边抢走他的仪器，所以裴钱自然无比害怕见到曹晴朗。而崔成也当然明白裴钱变化的原因，于是崔成便开解裴钱。崔成微笑着告诉裴钱，怕一个人一件事其实都没关系，但是不用害怕到不敢去面对。就如读书人智学好些个说破了天的圣贤道理，寻常的后辈哪里追得上？难道追不上后辈就不做学问了吗？这当然不是。自己既然和最怕的走在了一条道路上，这辈子都注定很难绕开，那么就不要自欺欺人，只有勇敢的去面对，才能真正克服心中的恐惧，并且见过了或许还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然害怕就会伴随一辈子。随着崔成的开导，裴钱一改胆怯，竟是主动带着崔成进入了南苑国京城。进城后，崔成便让裴钱独自去见曹晴朗，崔成则是留在原地以武夫神通默默观察着裴钱和曹晴朗相见的情形。好在最终裴钱没有让崔成失望，裴钱不仅豁达地见到了曹晴朗，并且裴钱还开始与曹晴朗分享他在浩然天下的奇闻趣事。最后2位年纪都不大的故人有说有笑，看着克服心魔的裴钱，终于放下心的崔成倍感欣慰。只是接着崔成神色愈发疲惫。其实在裴钱离开时，崔成就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那份老态。如今已经彻底有些支撑不住的崔成盘腿坐在原地，终于放下了心事，了无牵挂的他双手轻轻叠放，眼神恍惚，沉默许久。最后他轻轻合眼，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句话：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至此，落魄山崔成就此安然离世。而与此同时，落魄山已然知道真相的陈灵君看着人去楼空的竹楼，伤感万分。以前崔成在的时候，陈灵君总觉得被崔成约束，浑身不得劲儿。可如今崔成不在了，他心里又空落落的。就在陈灵君唉声叹气思念崔成的时候，感知爷爷离世的崔禅竟突然凭空出现在了他身前。看着对自己爷爷流露真情的陈灵君，崔禅并没有为难他，相反，崔禅还打算为陈灵君所展现出的这份善意赠送一份机缘。在陈灵君离开后，崔东山也火急火燎赶回了落魄山。可崔成已然离世，2人已经没法见到自己的爷爷了。因此，愤怒的崔东山对着崔禅就是一顿怒斥，大骂崔禅为何不阻拦爷爷进入莲藕福地，能拦住一天是一天，至少等他赶回来见爷爷最后一面。然而现在爷爷崔成先去已成定局，崔禅和崔东山都明白，爷爷崔成之所以走到如今的地步，完全就是他们所引起的。本就出自一体的2人，谁也推脱不了这个责任，所以骂到最后的崔东山和崔禅都陷入了伤感之中。那么当裴钱知道崔成的离去后，又会有多伤心呢？当裴钱知道崔成的离世后有多伤心呢？崔成在莲藕福地中支开裴钱后悄然离世，而不知情的裴钱还在和曹晴朗分享浩然天下的奇闻趣事。期间，裴钱还坦然说出了当初陈平安是想带走他曹晴朗的事。曹晴朗听后，笑容温柔地告诉裴钱，虽然他很遗憾陈先生没有带他离开这里，但是他觉得裴钱能跟陈先生远游万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接着裴前还告诉曹晴朗，其实他上一次回到莲藕福地见到曹晴朗时就很想打死曹晴朗的，因为他实在是太怕曹晴朗会抢走他师父陈平安。毕竟陈平安对曹晴朗一直都很是挂念，并且这种挂念不是那种放在嘴边随口念念而已。裴前知道陈平安对曹晴朗的挂念是发自内心的，陈平安一直都希望把曹晴朗带在身边，让曹晴朗不至于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莲藕福地吃苦。毕竟这种苦陈平安小时候已经吃过很多了，所以陈平安可不想曹晴朗再陷入这样的生活之中。说完心中的秘密后，裴前还郑重其事地向曹晴朗说了声对不起。曹晴朗听后也大方接受了裴前的道歉，毕竟裴前心中有杀人的念头确实是不对的，但是最终裴前守住了本心，没有动手，所以曹晴朗觉得这很好。曹晴朗的胸襟让裴前有些自惭形秽，但裴前很快就眼神清明神采奕，围绕在裴前心中的那块心结终于是烟消云散。随后两人便是闲聊起了家常，裴前完全沉浸在两人的聊天之中，所以裴前才没有感知到崔成那边的变化。直到最后，曹晴朗询问裴前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南苑国，裴前解释说他是跟教他拳法的崔成一起来的。说完后，裴前才开始转头望向崔成所在的方向，便是这一转身观望，让裴前感知到了崔成的气息已然消散。裴前霎时泪流满面，接着刹那之间，随着地面砰然一震，裴前身形瞬间便跃向了崔成所在之地。就连曹晴朗都被裴前突如其来的变化给吓到了，但是放心不下裴前的曹晴朗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如今的曹晴朗在露台的传道之下也是入了修道一途，所以曹晴朗才没有跟丢裴前。而当裴前来到崔成的身前后，裴前望着那个已经闭眼的老人怒喝让他不许睡。随后裴前又拉开了一个崔成所传授的拳架，哭着喊崔爷爷起来给他喂拳。然而崔成已然逝世，裴前的哭喊声又怎么叫得醒他呢？一旁聪慧的曹晴朗看着这一幕已然猜到了真相。曹晴朗走到裴前身边，告诉裴前崔老先生已经走了的事实，可裴前好似没有听到，仍是久久保持着那个拳架，自顾地叫崔爷爷别睡了，口中还不停地念叨让崔爷爷和他一起回落魄山的家。越发伤心的裴前几乎入魔，察觉到裴前的异样，顿感不妙的曹晴朗立即出手打断了裴前的拳架。被曹晴朗打断那份流汹涌拳意的裴前好似清醒了几分，清醒的裴前蹲下身就抱头痛哭了起来，但他的一双眼眸却始终死死盯着那个已经闭眼的老人。然而下一刻，崔成的身上好似被那裴前先前的神人类武士拳意所牵引，已逝去的崔成沉寂的拳意却活了。然后只见从崔成轻轻叠放身前的双手处，出现了两团如日月悬空的璀璨光芒。时近巅峰武夫的所有拳意从枯槁朽木的身躯当中，从那百骸气phủ迅猛涌入那两团光芒当中。曹晴朗被光辉刺目，只得闭眼。不但如此，曹晴朗还被那份即将如山岳倾倒的拳意给逼迫得倒滑出去，最终曹晴朗被逼得退到了身后的墙壁，无法动弹。自始至终，曹晴朗一身修道而来的灵气根本无法凝聚，可那份好似天地都不敢约束的浑厚拳意，唯独对裴前没有半点影响。裴前双手握拳站起身，一颗珠子悬停在他身前，最终萦绕裴前缓缓流转，另外一颗珠子则是直冲云霄，与天幕处撞在一起，砰然碎裂开来，就像莲藕福地下了一场五蕴细雨。这两颗璀璨珠子正是崔成时近巅峰武夫所吸纳的五蕴，如今随着崔成一半五蕴散入莲藕福地，莲藕福地之中必将涌现一波波应运而生的武道天才。而裴前看着停留在他身前的一半五蕴珠子，却是不敢伸手去接。裴前还是不能接受崔成死亡的事实，自欺欺人的裴前想着，万一他接受了这份五蕴馈赠，崔爷爷才会真的去世。好在身后的曹晴朗及时劝解裴前，在难受的时候也不要骗自己，走了就是走了，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让自己过得更好。崔成的馈赠可不就是希望他赔钱更好吗？所以不得不接受事实的裴前只得颤颤巍巍伸出手去握住了那颗五蕴珠子。随后裴前转头望向曹晴朗说道，崔爷爷其实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崔成的离去让落魄山陷入了悲痛之中，而不知情身在北距泸州的陈平安却是五蕴连连。陈平安武道炼气两破境，马苦玄扬言陈平安胆敢报仇就让他好看。随着落魄山灵魂人物崔成的逝世，莲藕福地和裴前各得了崔成所赠送的一半五蕴。而与此同时，身在北距泸州的陈平安在李二用10境修为的卫权之下，也是成功跻身了武道第7境和炼气士第4境，并且陈平安跻身7境后还引来了五蕴馈赠。但是陈平安为了报答故幼的拳法和卫权之恩，便果断地将这份浓重五蕴打散，留在了北距泸州。打散过后，陈平安还自顾地说道，如今他已跻身金身境了，回到家乡怎么都能多挨崔成2拳。可陈平安不知道崔成已经逝世，被崔成捶打已成为了奢望。成功破境后，陈平安还专程感谢了狮子峰山主黄彩，毕竟陈平安这段时间在狮子峰练拳，黄彩看在李柳的面子上也帮了不少的忙。而这狮子峰的山主黄彩本是李柳前几世随手在路边捡到的一个乞丐孩子，后来在李柳的传道之下，两人就在狮子峰开山立派了。之后李柳冰结转世，黄彩就一直默默守护着师傅和他一起创立的这座狮子峰祖师堂，甚至本有希望跻身玉璞境的黄彩
为了死死护住狮子峰祖师堂不被摧毁，积攒了很多隐患，以至于黄彩今生便只能滞留在元婴境了。但黄彩并没有后悔守护这座狮子峰，毕竟对于黄彩来说，李柳对于他可有着救命之恩和再造之恩，所以黄彩很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师徒情谊。然而在以往目空一切神灵李柳的眼中，黄彩只不过是他李柳的一颗随手而为之的妻子罢了，并且还是那么一颗不重要的妻子。因为李柳一家3口之所以会选择在这狮子峰落脚，完全不是因为狮子峰山主黄彩，只不过是李柳看上了狮子峰山脚那边的安详小镇适合他娘亲开设铺子而已。所以李柳自回到这狮子峰，对于黄彩可一直都是保持着冷漠。然而如今经过陈平安点拨，凝聚了人性光环的李柳看着黄彩的默默守护所遭受的一切磨难，李柳就莫名有了一些伤感。而李柳的这份伤感落在黄彩的眼中，却是深夜明灯驱逐黑夜，暖人心房。这也让黄彩的守护没有白费。通了人性的李柳也是大道可期。破境后，陈平安也就要向李二一家告别离去了。毕竟当初和宁瑶的约定当中，只要陈平安跻身武道第7境，就可以重返剑气长城了。所以陈平安当然想快点见到宁瑶。不过陈平安还是打算先赶回落魄山看看，然后再出发去往剑气长城。与李二一家临别时，李柳也是看出来了陈平安对于那个孙道人的馈赠心有顾虑，于是李柳便以心声告诉陈平安，清明天下有座玄都观是道家剑仙一脉的祖庭，观主名为孙怀忠，为人坦荡有江湖气。李柳告诉了陈平安孙道人的底细，便是说孙道人的馈赠可以坦然受之。李柳的话也算是给了陈平安一颗定心丸。离开狮子峰后，陈平安首先去见了已经跻身玉璞境的好基友七景。两人把酒言欢后，陈平安又去拜访了张山峰所在的趴地峰。可惜的是，张山峰又跟随师兄下山历练去了，所以扑了个空的陈平安便去往了北距泸州最后一站李希胜所在地。而就在陈平安去往李希胜的落脚地时，崔东山也赶来了北距泸州，并且已经跻身玉璞境的崔东山到达北距泸州第一站骸骨滩时，崔东山二话不说，直接就撕开了鬼玉骨的天幕，然后崔东山便朝着高城所在的金关城砸下了一阵无比绚烂的法宝暴雨。完事之后，崔东山收了法宝就跑路。崔东山也算是狠狠地为先生陈平安出了口恶气。而高城看见了崔东山后，不仅不敢追杀，高城甚至更加疑惑不已，为何他见了崔东山后，原本断断续续的那股心神不宁就愈发清晰了。高城可不知道崔东山养了个以他神魂炼制而成的高老弟。另一边，宝平州马苦玄成功找到了当初谋害他奶奶的真凶。报仇后，马苦玄便回到小镇见了一面已经成为河婆的奶奶马兰花。马兰花嘱咐马苦玄一定要把他爹娘谋害陈平安一家的证据消灭干净，但是马苦玄却让奶奶不用害怕。马苦玄说，陈平安真要循着蛛丝马迹查到他家头上了，那么陈平安胆敢杀一个人，他马苦玄就杀陈平安2个最在意之人，并且只会多不会少。马苦玄对自己爹娘的感情可不深，但在马兰花的劝说之下，马苦玄最终还是让爹娘举家搬到了真武山地界保护了起来。如今的马苦玄在真武山的地位极为尊贵，就连山主都略低马苦玄一头，并且现在的马苦玄连金丹剑修都可斩杀，所以马苦玄可不认为陈平安能成长这么快。马苦玄想着，要是陈平安胆敢报仇，那么陈平安的下场只会更惨。而陈平安知道崔成的逝世后又会有多伤心呢？陈平安本命词被打碎后的气运根本竟被李希胜所占据，跻身武道第7境的陈平安已经可以重返剑气长城了，所以陈平安便准备与李希胜见一面后就返回落魄山，然后再前往剑气长城。而等陈平安见到久别的李希胜后，李希胜却坦荡地告诉陈平安，李希胜说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对自己不是很了解，当初在离珠洞天有圣人布下的阵法压制，导致炼气士修行很难，但是唯独他李希胜却破境很快，快到了就连如今的宝平州天才马苦玄跟他比都不算什么。所以李希胜当年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真相，最后李希胜也是推演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果，那就是他李希胜原名竟是叫陈希胜，是有人将他和李保平的亲大哥互换了身份。至于李保平的大哥本来是叫李宝周的，两人互换了身份后，李宝周也就叫陈宝周了，并且如今这位陈宝周正住在北距泸州李希胜落脚的街对面。李希胜也是专程找到这陈宝周的住处的。而原名陈希胜的李希胜之所以和李宝周互换身份，是因为有人要他留在离珠洞天去接纳陈平安的大道福缘。虽然陈希胜和陈平安是来自不同的陈氏一脉，但是他们的祖上却是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陈平安所在的陈氏这一脉虽然如今只剩下陈平安一人，但是陈平安的祖上也是有过辉煌时刻的，只不过后来渐渐就没落了，甚至到了陈平安他父亲这一代更是式微凋零，只剩单传。可天道轮回，盛极必衰，衰极再盛，所以没落已久的陈氏这一脉，陈平安就是那个该崛起的一代。
因此陈平安自然身负陈氏大气运。然而在背后之人的操作之下，导致陈平安的本命词被打碎。这样一来，陈平安就留不住陈氏崛起的这份大气运了，因而这份陈氏气运自然就被另一支陈氏嫡传所接受，而接收之人正是李希胜。李希胜有了陈平安的气运加持，也将更容易迈入儒家圣人的地步。所以离珠洞天陈家祖弟才会生出一棵寓意圣贤出世的楷树。毕竟李希胜可是道老大的分身，而道老大想三教合一，就必须要让这具分身迈入儒家圣人的地步。只是如今的李希胜并未觉醒自己的记忆，所以当李希胜察觉到自己占据了陈平安的气运后，心怀愧疚的李希胜才会要把关乎自己大道根本的桃符送给陈平安，以此了却两人的因果。可当初陈平安并没有接受李希胜的馈赠，好在陈平安没有接受，所以什么拿不住留不下的陈平安才会收获小镇最大的福源剑马。之后两人的交谈中还聊到了落魄山，陈平安不知不觉就想起了崔成，然后本来充满笑意的陈平安却突然笑容牵强了起来。看来陈平安终归还是感应到了崔成的事实，毕竟崔成在陈平安心中的地位可非比寻常，所以崔成的离去还是多多少少让陈平安有所感应。只是陈平安将这份悲痛伤感隐藏得很深。告别了李希胜后，陈平安便准备启程返回宝瓶洲。途中，陈平安顺路去了一趟之前在春鹿浦开设的店铺，然后崔东山就找到了陈平安。陈平安看着突然出现在这北距泸州的崔东山，愣了许久。然后陈平安就在崔东山的告知下确定了崔成的离去。但是知道真相的陈平安第一时间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担忧起了身为崔成孙儿的崔东山。毕竟他陈平安是崔东山的先生，他得为了自己的学生而坚强。于是陈平安只得再次压下心中的悲痛，询问崔东山是否还好。而当崔东山说出自己此事不太好的回答时，陈平安直接伸手按住崔东山的肩膀说道：“那就一起回家。”陈平安便是告知崔东山，他们俩不仅是先生弟子，更是一家人。崔成是你崔东山的爷爷，当然也是他陈平安的爷爷。落魄山自然就是他们共同的家。虽然内心悲伤，可陈平安还是面不改色的承受，并且还要安慰自己的弟子崔东山。或许这就是陈平安的成长吧。崔成逝去时为什么不愿见陈平安最后一面呢？随着崔东山赶赴北距泸州和陈平安重逢，陈平安也是确定了崔成的离去。为了不让崔东山更加难过，陈平安只得压制心中的悲痛，安慰崔东山。同时在知道崔成是带着裴钱进入莲藕福地逝去后，陈平安也是猜到了裴钱已然跟随崔成习武，并且陈平安还猜到了裴钱习武必然是因为曹青朗。毕竟陈平安对于裴钱那可是太了解了。而崔成的离去，裴钱也陷入了悲痛之中，所以还未回到落魄山的陈平安就已经想到了如何去安慰裴钱。陈平安想着等回到落魄山就告诉裴钱，让他裴钱可以怀念崔成老前辈，可唯独不用感到愧疚。如果裴钱点头答应却又做不到，那么更好。陈平安也相信裴钱也一定会心怀愧疚的，因为在陈平安看来，有些心坎一辈子都留在心路上抹不平，只能偷偷绕过去没什么不好的，最怕的反而是问心无愧。毕竟崔成在生命最后时刻都在极力帮裴钱过曹晴朗的那一道心坎，在裴钱看来，崔成的去世和他有莫大的关联。如果裴钱真就因为几句安慰的话就不去怀念崔成对他的好了，或者直接把崔成遗忘了，那么这样不知恩图报的裴钱和当初那个一心为恶的裴钱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如果裴钱能在心中一直对崔成的离去感到愧疚，反而是件好事，那就说明裴钱一直记着崔成对他的那份善意。所以这样懂得感恩、有情有义，才是那个弃恶从善陈平安心中所认可的裴钱。之后陈平安和崔东山两人便踏上了返乡之途，途中为了落魄山的发展，崔东山还顺便促成了春鹿浦以及披麻宗和落魄山今后的交易往来，并且由于崔东山出手查漏补缺，把披麻宗原本的护宗大阵防御能力提高了几成，因此得以让披麻宗两位年轻一辈的天才挂名落魄山供奉。而等陈平安和崔东山从北距泸州回到落魄山的时候，由于陈平安并未提前通知，落魄山就只有岑元基和卢白象的两位弟子元宝元来在山上。至于朱脸随刘重润去寻龙舟渡船还未回归，青衣小童陈灵君下了山帮着石柔打理铺子去了，粉裙女童陈暖树同样下了山帮落魄山制购东西去了。郑大风则是怕陈平安责备，让裴钱练拳一事躲了起来。裴钱还是一直待在莲藕福地伤心中，周米莉也去了莲藕福地陪伴裴钱去了。所以陈平安和崔东山回归，只有魏博前来迎接。魏博告诉陈平安，崔成进入莲藕福地前留了一封遗书在落魄山朱楼，信封上写着暖树拆封，信中按照崔成老爷子的遗愿说，他去世后无需下葬，骨灰就撒在莲藕福地随便某处即可，并且崔成还在信中言明此事不可拖延，此外不用去管崔氏祠堂的意愿。信上直接说明了，若是有崔氏家族胆敢登落魄山接他回家者，直接一拳打退便是。而崔成之所以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毫不拖泥带水，其实就是为了避免陈平安回来见到他，因为崔成对陈平安的期望最高，崔成希望陈平安对他的挂念越少越好，这样就能避免陈平安将来出拳不够纯粹。虽然现在崔成有了裴钱这个关门大弟子，
但是崔成对陈平安的武道修为依然是极为关心的。除此外，魏博还告诉陈平安，如今的莲藕福地在落魄山众人共同的努力下，已经提升为了中等福地。随后，陈平安独自进入了莲藕福地，裴乾和周米丽在这段时间则是住在曹晴朗的家中。对曹晴朗家极为熟悉的陈平安也是很快找到了裴乾。还在悲伤之中的裴乾看着突然出现的陈平安，裴乾立马低下头不敢对视。裴乾害怕陈平安会因为崔成的离去责怪他，同时还害怕他擅自练拳被陈平安逐出师门。毕竟陈平安可是一直杜绝裴乾习武练拳的。可陈平安却言语温柔地安慰裴乾，说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了。陈平安让裴乾什么都不要多想，这件事他裴乾并没有做错什么。同时陈平安还指出，既然那么伤心，为什么非要憋着不哭出来？陈平安蹲下身，放下心的裴乾一把抱住他，直接就呜咽了起来，没有嚎啕大哭，所以更加撕心裂肺。一旁的周米丽见裴乾伤心，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直到裴乾哭到没力气，把心中的悲痛都释放出来后，陈平安这才慢慢把裴乾安慰好。之后曹晴朗也回到了家，看着如今已是书生模样的曹晴朗，陈平安还是略微有些惊讶。曹晴朗告诉陈平安，自当初陈平安无故消失后，重秋就把他接去了学塾念书。之后陆台先生进入这座福地后，也经常找他，给他送了许多的书。知道曹晴朗的日子过得很好，陈平安当然很开心。当初陈平安是没有办法带着曹晴朗离开，如今这座莲藕福地已经归属于落魄山，陈平安自然可轻松把曹晴朗带到浩然天下落魄山，并且陈平安还准备要把重秋一同给带出去。当然前提是重秋愿意跟随他们出去。当初重秋本来就有机会走出藕花福地的，可是重秋却果断留在了这座福地之中。所以接着陈平安就找到了重秋商量了此事，双方再次见面皆感慨颇多。在得知陈平安想将他带出这座福地后，重秋也无愧是南苑国受人敬仰的文圣人武宗师，因为重秋最先想到的竟是希望如今掌管这座福地主人的陈平安能够善待这座天下。对于这个请求，陈平安自然爽快地答应，所以最后重秋同意了跟陈平安去往落魄山担任供奉。只是重秋表示要带着曹晴朗好好见识过家乡的风景后再出去。莲藕福地就在落魄山，陈平安也不急于一时带着他们俩出去，所以陈平安便带着裴乾和周米丽先行回到了落魄山。回到落魄山的裴乾见崔东山没有伤心，便质问崔东山，崔东山则表示他的情感都藏在心中，只有他想让人看见，别人才能够看得见。只有少不经事之人，长辈离去后才往往会嗷嗷大哭，伤心伤肺都在脸上和泪水里。至于那些饱经风霜经历过真正成长之人，他们的悲伤往往都在心中。对于崔东山的话，裴乾嗯了一声说道，他现在不懂这些，可能以后也不会懂。以前小时候在南苑国那个不被他认为是家乡的地方，裴乾说他的爹娘先后离开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什么太重的伤感，就好像他们只是先走了一步，他很快就会跟上去，可能是饿死冻死或被人打死，但是跟上去又如何，还不是被他们嫌弃，被当作累赘。所以当初裴乾跟随陈平安离开藕花福地之后，哪怕他想要伤心一些，在陈平安那边他也装不出来。但是现在他看崔成老爷爷就不一样了。裴乾说崔成老爷爷是除了自己师父之外，是他裴乾真正认可的长辈。虽然崔成一次次打得他痛不欲生，一开始他胆敢嚷嚷着不练拳了，还会被打得更重。崔成老爷子还说了那么多让他伤心比伤势更疼的混账话。可是裴乾如今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甚至根本不用他双眼去偷看人心。听着裴乾的心里话，崔东山就告诉裴乾，有些情绪只靠眼睛是注定见不着真相，大人们不可言说的遗憾只能搁在自己心中藏起来自己看。就犹如先生陈平安，爷爷崔成就这么走了。先生其实不比他崔东山伤心半点，但是先生是不会让人知道他到底有多伤心的。听到师父陈平安很伤心，裴乾就揪心地询问崔东山该怎么办。崔东山默不作声，裴乾便独自找到陈平安，让陈平安不许伤心。陈平安笑着答应裴乾后，说出了他很快又要离开落魄山的事情。毕竟陈平安还要赶去剑气长城，所以陈平安让裴乾在他不在的日子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裴乾也点头答应了下来。然后师徒两人一大一小一起静静看着远方。这一天，陈平安第7境金身境，弟子裴乾也即将成为世间最强第4境。师徒二人的坐姿神态眼神如出一辙。而在陈平安这一次离开前，落魄山也终于建立了祖师堂。那么落魄山祖师堂最初都入住了哪些大佬人物呢？粉裙女童陈暖树在落魄山有多重要呢？裴乾知道师父陈平安因崔成的离去暗自伤心后，不懂得如何安慰人的裴乾找到陈平安，直接让陈平安不许伤心。陈平安答应裴乾后，也是告知了裴乾他又要远行的事情。但是陈平安如今随着落魄山人数不断增加，陈平安也是准备要建造祖师堂一事了，所以陈平安暂时还需要在家乡多待一段时日，等珠帘等人回归祖师堂建造完成，再前往剑气长城。之后崔东山也跑了过来凑热闹。而如今落魄山随着石境五夫崔成的离去，落魄山便是少了一位能震慑他人坐镇山门的强者。
虽然现在崔东山已经跻身入了玉璞境，但是崔东山要帮着崔禅打理保平州的各种事务，所以崔东山可没有多少时间待在落魄山。加上之前陈平安惹到过不少的强敌，所以陈平安难免担忧起了落魄山众人的安危，其中特别是陈暖树的安全。作为落魄山小管事的陈暖树，不仅时刻为山上的生活琐事耗费心神，并且他还要定期下山为山上织购东西。对于挑选东西，小暖树可是极为严苛，所以又不能让其他人代为购买。如今没有强者威慑的落魄山，就极有可能会遭到敌人的报复，因此下了山的小暖树安全就成了问题。对此，崔东山就告诉陈平安，崔东山说他已经安排了大梨叠子死士时刻盯着小暖树，并且他还送给了小暖树一件可防御元婴剑修几次攻击的反炮。如若真有元婴级别的高手胆敢对陈暖树出手，魏博也肯定会察觉，第一时间赶去相救。有崔东山谋划和魏博的保护，陈平安也就放下心来了。而一旁的裴乾听到陈平安和崔东山的交谈，才明白小暖树下山竟隐藏着这么多危险。裴乾顿时就有些担心小暖树了，于是裴乾就自告奋勇地说，今后由他陪着暖树一起出门买东西。崔东山听到就嘲笑裴乾一个四进五夫，出门了也是去送人头的。觉得在理的裴乾便闷闷不乐，说起自己练拳生劲太慢了，不然就可以护送小暖树了。陈平安听着裴乾的话语，脸色古怪。要知道陈平安升到五夫四进可足足用了数年的时间，然而裴乾的破镜行云流水是陈平安的数倍之快。在支走了裴乾后，崔东山也表明裴乾的破镜速度确实太快了点，加上在莲藕福地又吃了爷爷崔成的一半五玉，现在的裴乾就算去中土神州溜达一圈也会是1等1的天才。好在裴乾已经弃恶从善，陈平安也就不用担心裴乾练拳后会成为魔头了。之后陈平安又与崔东山聊到了落魄山的规矩，陈平安表示落魄山大规矩之内要给所有人遵循本心的余地和自由，不是他陈平安刻意要当什么道德圣贤，只要求他们做的事问心无愧就行。除此外，陈平安还打算收曹晴朗为徒，崔东山也是极力赞成陈平安的决定。接着陈平安就带着崔东山一起下山，要找青衣小童陈灵君。毕竟陈平安这一趟去往北距泸州，可是为陈灵君勘察了走江路线，陈平安必须要仔细给陈灵君讲讲走江的注意事项。下山的途中，陈平安还顺带去看望了一下郑大风。陈平安也是直接询问了郑大风杨老头拘留了他的一魂一魄的事情。郑大风知道陈平安只是想帮助他恢复修为，虽然表明了这一魂一魄师傅杨老头如今并未归还于他，但是郑大风却表示如今的他并不想继续折腾，只想维持现状，在落魄山养老。最后陈平安在小镇找到了陈灵君，陈平安给了陈灵君一条北距泸州走江相对安全的路线，并且陈平安还告诫陈灵君，让陈灵君务必要改一改以往的背懒脾气。如果这一次陈灵君去几度走江还是随随便便视为儿戏，陈平安说他宁肯让人将陈灵君丢回落魄山，也不会由着他去瞎逛荡，因为在北距泸州陈灵君胡来是真的会有生命之危的。不得不说，陈平安为陈灵君走大毒一事确实用了很多心思，所以感动不已的陈灵君就询问陈平安，假如以后落魄山有很多人了，陈平安也会这么对待每个人吗？对此陈平安想了想，没有隐瞒，实话实说，应该是很难了，先来后到什么的难免亲疏有别，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更多需要顾虑的事情，不是事必躬亲就一定好。落魄山以后人越多，人心事情就会越来越复杂，他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只能尽量保证落魄山有个不错的氛围，但对于落魄山每个人的想法，他仍是会仔细聆听的。最后陈灵君还很不好意思地问了陈平安一句话，陈灵君说他自己其实不想去走江，就只想待在落魄山上混吃等死，那么陈平安会不会嫌弃他不上进？没想到陈平安却是尊重了他的选择，这让陈灵君觉得不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陈平安说的，在规矩内给予落魄山众人最大的自由了，建议在他，选择却在于他们自己。两人聊完了正事后，陈平安还出言夸奖了陈灵君。原来陈暖树每次下山去买东西，陈灵君都会暗中跟随保护陈暖树，所以陈平安对陈灵君从未有过失望。陈平安成功创立落魄山山门，齐敬春竟用三教之争为陈平安护岛。陈平安给青衣小童陈灵君带回了北距泸州走江的安全路线，可陈灵君却表示他不想去走江，只想待在落魄山安稳度日。对此陈平安并没有责怪陈灵君，陈平安只是让陈灵君遵循自己的意愿就行，这也是陈平安这位山主对于落魄山每个人的要求，只要他们做事符合规矩，问心无愧，便能随心所欲。陈平安可不会强制改变他们的想法。之后在崔东山的告知下，陈平安还得知了如今顾灿一家的生活状况。顾灿的父亲顾涛已经成为了大梨就山岳的山神，也算功德圆满。留在书简湖的顾灿有刘志茂和看在陈平安面子上的江上真扶持，顾灿也是混得很不错。
儿子有出息，丈夫更是一步登天。生活富有的顾灿母亲也就把许多毛病给隐藏了起来。如今在家乡生活的也算是比较安稳。陈平安得知顾灿一家生活的不错，也就很放心了。随后陈平安又询问了嫁衣女鬼的踪迹。陈平安可是一直都想除掉那位滥杀无辜的嫁衣女鬼。上次从桐叶州返回时，陈平安其实就准备除掉嫁衣女鬼，只是当时嫁衣女鬼已然离开了住处，这才逃过一劫。现在陈平安又将要远赴剑气长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返回，所以陈平安就想着离开前除掉这个祸害。然而崔东山却告诉陈平安，如今嫁衣女鬼虽返回了住处，但是她却是已经疯了。当初秉性良善的嫁衣女鬼和一位路过的书生本两情相悦，那位书生甚至为了能够堂堂正正迎娶嫁衣女鬼，还前往了观湖书院争取书院贤人的头衔。书生希冀着能够以此换来朝廷的认可和敕封明媒正娶，可最后书生被人坑骗，落得个投湖自尽的结局。而迟迟不见书生回归的嫁衣女鬼就以为书生抛弃了她，因此嫁衣女鬼因爱生恨，开始作恶残忍，杀害过路人。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了嫁衣女鬼事情的真相，嫁衣女鬼这才远赴观湖书院去寻找真相。因此当时陈平安前去除掉她时才会扑了个空。可嫁衣女鬼毕竟是一头污秽鬼魅，她自然连观湖书院的大门都进不去，以至于她非要硬闯，还差点被打得直接魂飞魄散。好在她最后耗去了与大黎朝廷仅剩的一点香火情，最终带离了那位书生的尸骨，还知道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真相。原来书生从未辜负她的深情，更是因她而死。所以知道真相的嫁衣女鬼便彻底疯了。之后她带着心爱之人一路跌跌撞撞回到了原本的住处，脱了嫁衣，换上一身缟素，每天痴痴呆呆，只说是在等人。陈平安得知这个真相也是唏嘘不已，这也意味着陈平安要重新审视嫁衣女鬼的恶。崔东山便询问陈平安现在又该如何处置嫁衣女鬼。陈平安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之后崔东山沉默片刻，又告诉陈平安，除了第一次，先生此后人生其实并未经历过真正的绝望。这里的第一次自然就是指的陈平安父母死亡之时。当时陈平安仅仅只是一个5、6岁的孩子，纵然是他使出吃奶的劲，也无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陈平安面对的是真正的绝望。而在这件事之后，虽然陈平安又经历了很多次的绝望，比如陈平安长生桥被打断命不久矣，刘宪阳被重伤，顾灿假装知错等等，但这些事都不是真正的绝望。毕竟他陈平安和刘宪阳最终都活了下来。所以听到崔东山的这一席话，陈平安也是突然对崔东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陈平安说齐先生死后却依旧在为他护祷，因为陈平安已经感知到在自己身上有一场齐先生有意为之的三教之争。崔东山一听，脸色微白的回道，先生不该这么早就知道真相的。对此陈平安让崔东山尽管放心。陈平安说，因为他很聪明也很从容，所以齐先生是不会输掉这场三教之争的，他陈平安同样也不会输。原来在齐先生的有意为之之下，陈平安已经先后接触到了儒释道三教的学问，如佛家的姚师傅和道家的陆沉，这2位大佬可都是给陈平安灌输了不少佛道2教的思想。而齐先生的护道方法就是通过陈平安的成长过程来与三教大佬论道。齐先生把儒家文圣一脉的思想传给陈平安，并允许三教里的各种思想来影响陈平安。看看到最后陈平安还是不是那个原本的陈平安，甚至来看陈平安会不会被其他2教的思想引导改换门庭。陈平安最终的选择关乎着这场三教论道的胜负，所以在这场论道没有结果之前，三教大佬都不能主动出手置陈平安于死地，不然就等于是认输。可见齐先生已经帮陈平安解决了最强那一波隐患，所以在这期间陈平安又怎么会有真正的生死绝望？而崔东山也是故意以嫁衣女鬼之事来确定陈平安到底倾向于哪一教的学问。好在陈平安的回答没有让崔东山失望。之后的几天，落魄山也是接连喜事连连，魏县卢白象和朱连等人带着龙舟渡船返回了落魄山。陈平安看着能够载人1000余的巨大渡船，脸都笑开了花。而陈灵均也在崔禅的暗中帮助之下，以极低的价钱为落魄山增添了一座新的山头。终于为落魄山干成一件大事的陈灵均因此腰杆特别硬，走路都是鼻孔朝天，特别飘。而在落魄山发生喜事之余，陈平安还收到了江上真的传信，信中江上真告知了陈平安隋右便在玉龟宗身死的消息。陈平安也是没有犹豫，直接用1颗金金铜钱复活了隋右便。从画卷走出的隋右便坦白告诉陈平安，他只是杀人不成反被杀，就这么回事。同时隋右便还说出了他以后会在书简湖真净宗继续修行。陈平安没有刨根问底，不过在这机缘巧合之下，藕花福地4人一下就齐聚在了落魄山。之后祖师堂建造完成，陈平安正式创立山门。只是此次落魄山正式创立山门并没有大张旗鼓，并未邀请许多原本可以邀请上山的人，故而此次前来观礼道贺之人都是近水楼台的关系，比如北岳山君魏博、披云山灵鹿书院副山主、龙泉剑宗宗主阮琼以及2位嫡传弟子，还有和陈平安有过交易的刘重润。不过这些人都是客人，
此外，到场之人便是落魄山这座星星山头的自己人。而落魄山祖师堂一共悬挂了3幅画像，一位老秀才文胜挂在居中位置，齐敬春和崔成分别立于两边。3幅挂像的香火牌位上只写姓名，不写任何其余文字。此外就是落魄山的重要人物了。这些人包括山主陈平安、大弟子裴虔、学生崔东山、学生曹晴朗、朱脸、卢白象、隋右边、魏宪、陈灵均、陈如初、石柔、岑渊基、元宝。原来落魄山护山供奉周米粒，正是供奉郑大封重丘；玉璞境也修周肥。当然，匿名周肥的江上真可是已经跻身仙人境了。记名供奉木芒道人贾胜、赵登高田九儿。北距泸州披麻宗元婴修士杜文思，祖师堂嫡传弟子庞兰溪。最靠近3幅挂像的年轻山主，独自一人站在最前方，早已不再是那个脚穿草鞋、面如黑炭的陈平安。一袭青衫，头别玉簪，身材修长，双手持香背对众人。至此，落魄山山门正式成立。虽然人不多，但仅凭这些人，也不是宝平州其他山门可与之比拟的。毕竟一个斩龙人都够他们喝一壶的。陈平安成立落魄山祖师堂时的阵容有多强大呢？随着落魄山日渐强大，人员不断增多，从北距泸州返回的陈平安也是终于成功建成了落魄山祖师堂。表面上落魄山祖师堂只有一位玉璞境供奉野修周肥，但其实周肥可是仙人境，崔东山也是一位玉璞境，甚至还有隐藏更深的14境大佬斩龙人陈清流的化身贾胜。以这般阵容开山立派，在宝平州绝对是独一份了吧。而在落魄山祖师堂正式落成之后，前来观礼的客人们相续离开，落魄山自家人卢白象也带着弟子元宝元来离去。这些年在外闯荡的卢白象也是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不过卢白象所建立的势力当然是落魄山的附属。此外，重丘也带着曹晴朗返回了莲藕福地，开始游历四方。他们2人计划走完莲藕福地之后，便会重返落魄山，然后再走一走宝平州。而陈平安在为曹晴朗送行之前，不仅给曹晴朗这位新收的弟子送了防御法袍和自刻的竹简，还送给了曹晴朗一句话：书上学理，书外做人。这句话正是源自齐先生。当初陈平安给齐先生去送信的时候，齐先生就让陈平安有空就来书院听课。那时陈平安忙着维持生计，可没有闲暇时间来学习，所以当时齐先生便善解人意地告诉陈平安，无妨，道理全在书上，做人却在书外，你去忙吧。如今陈平安又将这句话送给了曹晴朗，可见陈平安是把曹晴朗看作了小号的自己。薪火相传，现在崔东山赔钱，再加上曹晴朗，陈平安也就有了3位嫡传弟子了。同时，为了好管辖莲藕福地众生，陈平安还让魏宪回到莲藕福地去和南苑国皇室交涉。毕竟魏宪可是莲藕福地南苑国的开国皇帝，有祖宗发话，南苑国肯定会全力听从落魄山的安排。而且魏宪回去时还带上了赔钱，魏宪说是要送给赔钱一根纯金的扁担。赔钱听后自然是非常兴奋，跟随魏宪而去。另外，隋右边也已经下山去往书简湖真敬宗修行去了。只是作为真敬宗宗主的江上真并未和隋右边一同离去。如今跻身中等的莲藕福地无限向着上等福地靠近，其中江上真也是功不可没。陈平安也是划给了江上真福地应有的永久收益分成，所以江上真也是出言提醒了陈平安，治理福地的事情一定要慎重，不然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环环相扣，积弊丛生，那么福地就不是什么聚宝盆，而是一座吃钱无数的无底洞，沦为鸡肋，甚至会极大削弱一座仙家门派的底蕴。江上真还坦言告诉陈平安，说他手中所掌管的上等云窟福地就出过数次大乱，因为福地人杰地灵出了很多地仙，甚至还有人悄然修出了玉璞境，但他们不服从管教，试图脱离江氏的控制。于是，在玉龟宗敌对宗门潜入精心挑拨之下，等江上真这位掌管者进入福地后，福地中的修道之人便联合一起伏杀江上真这位老天爷。对此，江上真也不得不带人以雷霆之势杀穿云窟福地，这便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案例。江上真告知了陈平安管理福地的各种风险后，也就离开了。而在交代完落魄山的各种事务后，陈平安也即将要远赴剑气长城了。只是在前去剑气长城之前，陈平安还打算要去一趟山崖书院，因为落魄山祖师堂的建成，陈平安无比希望李保平、李怀林、守义于路和谢谢能在场，可奈何人难称心，事难遂愿。就算他们没来，陈平安也必须要去看望一下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与此同时，山崖书院的李怀刚和林守义念叨了几句姐姐李柳，没想到李柳还真就出现在了山崖书院。李柳说是收到了弟弟的家书，所以他们的娘亲就非要李柳前来看望一下弟弟，并且李柳这一趟还给李怀带了很多宝物。李柳让弟弟只管卖了东西，吃好喝好。作为水神转世的李柳出手自然都不带差的。李怀虽然不知道宝物的珍贵程度，但是李怀见姐姐奔波劳累的给他送礼物，还是非常感动，所以李怀就语重心长的劝姐姐以后别给他送东西了，让姐姐多少给自己留点嫁妆钱。李怀说他其实从小就没少为姐姐的姻缘费心，他可是一直可劲儿找着姐夫来着，比如他的好兄弟阿良以及他最敬佩的陈平安。可惜的是这2位都没成，他也没辙。对此李柳也很是无奈，谁叫他对弟弟太过宠爱了呢？而在李柳离开后，李怀也非常想念陈平安了，所以李怀觉得他有必要使出杀手锏了。
于是李怀当即倒了一碗茶水，写下陈平安的名字。毕竟上一次他在地上写下了陈平安的名字后，陈平安就出现在了山崖书院，所以就想着效仿一下。有李怀的言出法随，陈平安又怎么会不出现呢？